他们是被称为鬼豹二人组的男生，二人联手足以震动大军，但在女人面前却被看作是小流氓。怎料回到学校的他们被迫退学，其实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策划的，只为摆脱鬼豹的名号，去一个美女遍地的校园寻爱。二人伪装成服务员，正式开启搭讪旅程，意外被美女男友发现。晚上他俩去了夜店，两位美女走过他们面前，让他们一见倾心。正要搭讪，三位佳丽吸引了小混混的注意，心想这正好，就把那帮小混混带到门外，吃我一招。同时年美和真理子担心孩子们会遇到危险，推门一看，发现小流氓都倒在地上。二人英姿飒爽，哪个女孩不会为之动心？真理子直接把想约会的英吉带走了。龙二在年美的陪伴下抵达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地点。此时鬼豹二人组只想吟一首诗，美人在侧，怀中软玉温香，真是人间极乐。哪个男孩不想快点长大呢？面对两位美女，英吉谎说自己是医学院学生，年美和真理子自称是东京的女大学生。趁美女们出去接电话的空隙，英吉迅速拿出口香糖，而龙二紧张的心跳加速。同时两位美女也在商量，真理子决定带英吉去游泳池，并对年美说龙二是个好男孩，务必抓住机遇。英吉又掏出了维生素 C， 多补维生素能助长高，说完就吃下半瓶，剩下的被龙二吃了。真理子格外积极，到了关键时刻，英吉肚子疼了，急忙找厕所去了。我在大厅碰到了龙二，没想到龙二也是关键时刻不靠谱。两人走到厕所，居然又出了糗，厕所只剩一个位子，他坐上了心仪已久的马桶，而英吉只好在地上解决问题。什么？连英吉也是？对，他中途就离开了。第二天，二人来到新学校，立刻回头和老师打招呼。小鬼居然骗我们！你们是大妈，你这混账！新校区的开学日，大黄领着暴走族闹校园，同学们都吓得要命，连校长都说得报警了。这时候最靠得住的男人登场，两人使出全力对付1亿5千个小流氓，一招双拳，小混混直接倒地。其他人看到这个吓得落荒而逃，马上就耶手势庆祝。两位老师都陷入了迷惘，谁知大黄突然从后面偷袭，误以为自己很牛就嚣张起来。英吉紧咬棍子不放，随后一拳把大黄打倒，二人联手把大黄倒吊起来，施展了巴蒂斯塔炸弹摔。别小瞧我们！英吉整理头发，心里想女生们肯定会对我们倾心，结果却出师不利。我们是为了学校的名誉才出手的。鬼豹遇到的事让人挺闹心，不过真理子还是很欣赏这两人的，特别是对英吉产生了好感。虽然年美对小混混很反感，但你们终归是我的学生，我会像火辣教师那样保护你们。与此同时，鬼豹二人组的转学消息已经传遍了江湖，其他团伙也正蠢蠢欲动，想通过干掉鬼豹来声名鹊起。到底是啥让鬼豹二人组畏缩？显然是女孩的事情。这俩原本凶神恶煞，就是罪魁祸首。鬼豹对着他们直接宣战，双方对峙要不欢而散。没想到两人马上软了，硬要把鬼豹拉入伙当小弟。鬼豹换校其实是为了谈恋爱，自然不想再犯同样的错。出其不意，走真掏出2张招募券，鬼豹二人立刻露出迟疑的表情。这不正是梦默一直想要的爱丽丝女校寄招待券吗？二话不说就把票收走了。走真和种景因为敬佩鬼豹，马上询问两位是否恋爱过。鬼豹二人表情尴尬。当走真说自己交往过23个女孩时，鬼豹俩人简直羞愧无地。紧接着种景插话说自己曾有过女友。闭嘴，你这混账，小心我杀了你！后来4人去了梦想乐园，在爱丽丝女校的学园季里，龙两对心仪的响奈一见钟情，便伸手想要跟她搭讪。没想到好友英吉也喜欢上了响奈，我早就决定是你了，请多照顾。二人竟不可思议的速配成功。龙二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抢戏，感觉就像晴天霹雳。当龙二回到学校，听闻英吉要和响奈约会后，他变得非常暴躁。幸好种景及时阻止了他，还告诉他今天美女教师南野洋子会来讲课。没想到龙二又一次受到打击，因为他就是南野洋子。你知道英吉想恋爱有多难吗？不止碰到了火爆老师，连仙人跳也碰上了。今天英吉特地借了辆车来接响奈放学，两人坐进了车，英吉放起了浪漫的音乐。响奈看着英吉温柔的靠近，这是我第一次和男生同车，请英吉好好珍惜她。面对这么美的女生，英吉当然会答应，正准备开车去做成人的事，没想到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个黑脸大汉。英吉本想下车去理论一番，却被黑脸大汉紧抓住脖领。原来他就是新来的生活指导老师，要求大家都举手过头顶。面对这位可怕的黑脸大汉，龙二只得乖乖举手投降。这是秩序的体现，这事却没影响英吉的好心情。身边有美人，他怎能不保持风度？面对女孩的示好，
英吉突然心里七上八下，今天是他步入成年的大日子，突然奈报来个1岁小女孩，直接让他叫英吉爸爸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父亲身份，英吉当场就傻眼了。他转身想要逃跑，没想到岳父岳母正好拦住他。他们介绍说这是孩子的新父亲英吉。喜当爹的英吉在学校的日子也很尴尬。凶悍的南洋老师开始检查学生们的违禁物，在小白的书包中找到了一本《母猪是怎样炼成的》。南洋对违禁书绝不手软，命令小白脱下裤子，然后把小白扛起来做臀部按摩。发现种井居然喜欢小维，不专心学习，整天想恋爱，南洋直接给了个耳光，种井被扇飞了2里地。英吉这次真的忍无可忍了，你这样实在是太过了。面对英吉的挑衅，南洋要求全班都剃个光头。这番话正中英吉的软肋，宁可头破血流，发型不能乱。你们这帮破坏者就像老鼠屎搅了国家的粥。没想到南洋突然对鬼豹出手，龙二迅速甩出一拳，接着回敬对方一个重拳。英吉配合龙二从下方托起南洋，两人一起直接将南洋 KO。 校长马上赶到，想直接开除鬼豹，幸亏年美及时劝阻了校长。南洋这样的渣华根本不配做老师，如果校长坚决要开除鬼豹，那年美也决定辞职了。第二天，种井和小维去酒吧约会，进门的两人得知他们认识鬼豹，立刻对种井实施了一顿暴打。而这两人就是香仓狂犬，开始追击鬼豹的行动。月入1500的你，真的配得上这么可爱的美女老婆吗？这位美女还是龙二的上司。年美把一份试卷交给龙二，如果你能拿到80分，我就答应你所有要求，包括一切哦。说到他的好兄弟英吉，因为是个单身狗，班里同学都在笑他，真是开玩笑，这帮笨蛋。还好这只是个梦，但很快打击接踵而至。他目睹了年美向龙二告白，心中五味杂陈，既羡又急，因此两人躲在一旁偷偷观察死党的恋爱情况。英吉心情非常复杂，一方面希望死党找到真爱，另一方面他担心这段恋情会让好友离开鬼豹。这时楼上的龙二正有家人作伴，楼下的英吉烦恼不已，纳闷自己怎么还单身。走真跟英吉说自己组了个聚会，里头有很多美女，听说那里有女孩，英吉怎么可能不去呢？可当英吉到那儿，四周却空无一人，正想回头问走真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突然香仓狂犬之一的雅岛偷袭了英吉。你就是那个鬼豹的鬼种？原来是走真背叛了鬼豹。接着众人对英吉下起了狠手，英吉中埋伏，完全无法反击。这场战斗鬼豹竟然输了。你见过女生向男生求婚吗？但求婚的条件是，我希望你立刻工作并娶我，等等等等。面对这些要求，龙二只能苦笑，是游戏无趣还是动画不精彩？我干嘛要结婚啊？种井和小维急忙过来提醒龙二，英吉在你不在的日子出事了。同时香仓狂犬把食堂高中搞定了，这帮人特别卑鄙无耻，要不是依靠偷袭，根本打不过英吉。阿绿想要替鬼豹出头，结果就吃了一顿揍。龙二到了医院，紧抓着英吉，问他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一点没提？难道不把我当兄弟？没想到英吉沉默不语，于是龙二孤身一人去到小混混聚集处，面对众人不作声，抓住耳朵来了个飞踢，接着一拳重击，一下子解决3个小弟。可是镰仓狂犬不在那里，于是龙二转向他们的另一个据点。雅岛看着挺厉害的，其实他自己不敢动手，只能派手下上。龙二自己一个人迅速干掉了5个小混混，正想对雅岛下手时，连田突然从背后偷袭龙二。笨蛋，哥们和女人哪个更重要？你怎么选？年美低委屈，让英吉很心疼，但她毕竟是我兄弟的女人。没想到年美开口说自己失恋了，本想劝龙二不要跟鬼豹和结婚，没想到龙二说不可能离开鬼豹，因为那里还有好兄弟英吉。同时龙二遭到连田偷袭，情势危急，超过200个小混混围攻龙二。这时英吉其哈雷赶到，只有他俩在一起才能发挥出最强鬼豹。英吉一脚踢开雅岛，然后抓住连田猛砸几个头锤，肯定不会放过身后的雅岛。英吉全靠右拳就让镰仓狂犬遍体鳞伤，他根本不把骨折当回事。这场面小弟哪见过？鬼豹太厉害了，镰仓狂犬完全挨打。想不到连田拿出匕首，还打算偷袭英吉，这次走真没背叛，棒子直接打倒连田。鬼豹大人大度原谅，宽恕了走真。记住这话，大家总是亲如兄弟。那女的对那男的大声吼叫，失去你仿佛失去整个世界。那男的依然漠不关心，还叫女的副长，然后和另一位美女走了。旁边的鬼豹看呆了，这男的到底咋回事？没想到情场高手竟是鬼豹的新同学，他就是搭仙一哥童京城。
他故意挑战鬼豹，硬要坐龙儿的座位。龙儿原本想直接动手，却突然感到一股寒意。只见年美狠狠地瞪他，看在未来老婆的份上，还是算了。这样一来，童金城就和英吉成了同桌。课间时分，英吉看着童金城毫无顾忌地搭讪女生，一脚踢翻桌子，直冲那男的过去：“请和我们交个朋友吧。”英吉希望童金城多帮忙介绍几个妹子，没想到却被童金城嘲笑。此时龙儿实在忍不住了，怒火中烧，上前要教训童金城。龙儿立刻抓住童金城的手，并宣誓从此以后，你就是我们鬼豹的新父母。第二天，童金城带他们去了泳池。首先要以身作则，男士受欢迎有3个关键：第一，女性对男性的倾慕多是心灵层面的放松；第二是要采取主动。童全程面对前面的4位美女，自信地邀请他们共享晚餐。4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，一旁的鬼豹2人羡慕得不得了。童金城离开前告诉他们，明早5点在汤臣一品见面，教你们撩人的关键技巧。第3条，这位男士虽不英俊，但人见人爱，见到他的女性都为他神魂颠倒。天色刚开始泛白，童金城在街头大汗淋漓的狂奔，将手里的报纸逐份送达，同时向鬼豹汇报情况。搭讪最关键的就是有钱男生更受欢迎，所以要踏实赚钱，每分每毫都不能少。鬼豹看到童金城那么努力，自叹不如。第2天，他们又去泳池练习搭讪，不料遇到老对手镰仓狂犬。就在此时，2个美女经过他们面前，于是4人化干戈为玉帛。鬼豹唆使雅岛去搭讪练习。你们是哪来的？英吉主动请缨，展示一下我的修行成果。你们有空吗？本来都很顺利，可是另一个女孩说英吉的朋友太吓人了。英吉赶忙否认，我根本不认识他们，我怎么可能和那些流氓是朋友？看到英吉成功了，龙儿也不示弱，觉得自己该退出鬼豹了，想为年美创造幸福。没想到年美却拒绝了龙儿的表白，因为她之前认识一个骑摩托的男生，2人还发生过车祸。突然有个骑摩托的陌生男子出现在年美背后，还警告龙儿绝对不能被这个女人骗，这帮人是靠欺负小学生为生的流氓。童金城和种井绝不允许这种事在湘南发生，直接冲上去一拳一脚，2个恶棍倒在地上。我童金城不只是情圣，打架也不是吃素的，还跟种井一起干翻了其他流氓。完全没想到那些小流氓还藏着手段，竟然对种井喷防狼喷雾。当然童金城也没放过他们，一群人冲上来猛打2个人。第2天，雅岛镰仓狂犬之一也遇到了几个小混混，面对3个不怀好意的人，雅岛没多说，迅速解决了他们3个。谁知二狗突然从后面出现，给了雅岛一个电击。原来二狗是大狗会的副手，他们的计划是统治湘南，要清除所有和鬼豹有关的人。得知消息后，立刻告诉鬼豹，没想到鬼豹竟然漠不关心，因为英吉心里只有小薰，而龙儿心里只有年美。昔日的热血少年现在全变成了爱情呆子。同时镰仓的2个狂人闯入大狗会，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几个小弟，二狗却在一旁毫无波动。正当镰仓狂犬准备离开时，真正的飙车党突然出现，堵住了他们的去路。连田打算先下手为强，想要解决首领大狗，结果反被大狗以一招制服。大狗告诉他们，这是给鬼豹的见面礼。说完，众人便离开了。这时鬼豹终于赶到，你到底是谁？说的是那死者的弟弟。每个人都背负着一个悲伤的故事，无情伤害同事，公然对抗警方，为何他会变成这样？他曾把哥哥当作父亲，将来的嫂子像亲生母亲，誓言永远保护他们，未曾想到一场事故夺走哥哥，而嫂子却毫发无损。大嫂突然忘了和哥哥的承诺，竟决定与龙儿相守终生。他誓言要让所有人灰飞烟灭。攻击鬼豹的伙伴只是开场，真正的高潮才刚开始。摧毁一个人最效的办法，就是伤害他要保护的人。于是大狗他们大摇大摆进教室，绑架真实的小薰。年美回到和哥哥别离的地点，祭祀亡魂，希望他安息。此刻摩托隆隆响，大狗冷眼看着年美，当然因为哥哥特别爱你。小维匆忙冲进教室，丢给鬼豹2样东西，这2样是年美和小薰的。字条上写着，想救你们的女人，码头见。鬼豹2人组的战力究竟有多强？这期视频给你答案。像大狗这种只懂拼杀的人，完全不知道怎么保护爱人，生存比死亡需要更多勇气。石小老狗驾驶着跑车直冲鬼豹，600马力的车似乎要把鬼豹压平，但在鬼豹面前，600马力像蚂蚁。2人一起用力，跑车竟然被掀起。看形势不妙的大狗赶紧骑摩托逃跑。英吉命令龙儿追赶那条大狗，这辆跑车和这帮手下，我一个人就能解决。突然大声吼叫，
直接把跑车司机甩出去，司机当场晕倒。你们这些小角色赢我，还得再练100年。同时，龙二与大狗展开一场速度与激情。突然，对面驶来一辆面包车，大狗迅速挤压，将龙二逼到角落。原本以为龙二会被撞飞，谁知龙二全力加速一跳。真汉子就得这么酷，无人能挡我。这时大狗忍不住了，拿出棍子砸向龙二的前轮。龙二来不及刹车，直接掉进桥下。大狗下车，冷冷一笑，一切终于结束了。真男人绝不轻易认输。龙二一手扶着桥栏，一手提着摩托，怒吼着全力启动，直接把摩托甩上桥。二狗目睹这一幕，深知自己永远无法超越龙二，于是拔出匕首，意图与龙二决斗。未料到龙二左手夺匕首，右拳接连打出，力求拳拳到肉。大狗虽然瘫在地上，但还不肯认输，对龙二追问：为了一个女人，这一切真的值得吗？换个女人不可以吗？这时心灰意冷的大狗想起了自己的大哥，回忆起过去的种种。既然报不了大哥的仇，那我就陪着你吧。大狗突然跳起，决定离开这个世界。可是龙二没让他有这机会，一把拉住了大狗，对他说：活着比死更需勇气，连死都不怕，还能怕活着吗？要珍爱、欣赏并感恩生命。听完龙二的话，大狗哭了。出来混，错了就得认，挨打要服从。英吉抱着刚救出的小薰，用一个拥抱去安慰心爱的人，却没想到得到的回应是一句对不起。英吉突然莫名其妙的失恋了。年美只是看了一眼受伤的龙二，什么都没说。旁边的英吉看着急死了，爱就要紧抓不放，是男人就去追。龙二向年美冲去，两人紧拥在一起。他们约好明天车站相见，一起离开此地。第二天，龙二在车站等了一整天，年美却未出现。他回想与年美的每一刻，终其一生，他始终无法忘记她。两兄弟又一次感受到了失恋的痛苦。其实失恋比挨打还难受。第二天，真理子告诉龙二，年美辞职并留下了一封信：我将去一个遥远的城市开始新生活，再见了，龙二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随后，连田向英吉透露了关于小薰的一个秘密。英吉去找小薰，恰好碰到老师在训斥小薰，为啥这孩子总爱穿女生的衣服呢？英吉立马出面维护公道，学生不是摆设，他们是活生生的人，他们穿啥衣服是自己的权利。老师被吓得赶快闪人。这时候小薰说了句影响英吉一生的话：如果英吉能当老师就好了。从此麻辣教师英吉横空出世，等着瞧吧，我也要做老师，建设一个大家都能自在的地方。今天既然是新学期的第一天，堂堂鬼豹原本期待着2年级的美好，哪料到莲香仓皇泉也在内，4人一起留级了。走真看着后悔的4人，急忙安慰道：2年级的妹子都看够了，1年级的新妹子更有新意，怎么能不香呢？于是他们4个充满斗志，对1年级满怀希望。谁知新班上全是些小流氓，让路，别挡道。英吉见那位美女居然这么暴躁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还有漂亮的女孩子吗？想去跟她聊聊心，结果正如剧情开头，紧接着自称来自极东的 KT 部队来挑战前辈，主宰石膏是我们的目标，而我们的大哥是你们这几个老家伙惹不起的。雅岛正想教训这几个狂妄小子，正巧班主任真理子到了，他及时制止了这场冲突。之后 KT 部队的头目克信上了天台找老前辈麻烦，竟然一脚把雅岛踢倒了。面对这俩嚣张的家伙，连田终于要发力了，突然一个勾拳上前，接着雅岛来了个猛飞踢。1年级小屁孩还想放肆早呢，克信刚想还手，鬼豹2人组突然出现。克信见到他们，立刻恭恭敬敬鞠个躬打招呼。原来 KT 队伍的靠山就是鬼豹2人组，毕竟他们都是从最远东边来的。克信这才意识到刚才的对手竟然是有名的镰仓狂犬。突然有4人从后方出现，靠着突袭一一击败了鬼豹和镰仓狂犬。克信当时一下子懵了，此刻的克信只想快点离开这里，但逃跑已不可能。你是在小看镰仓的狂犬吗？真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样的强势女生很容易树敌。这时湘南公主的温子带走了志乃美，面对3个人的包围，志乃美毫不示弱，拿起手包一挡一踢，2个不良少女立刻倒下。见到志乃美这么能打，温子自然知难而退，所以放学后就走人了，围住了志乃美。旁边的小太妹迅速抢走了志乃美的包，他们知道这东西有多厉害吗？紧接着几个人开始围攻志乃美，这些小角色志乃美迅速就把他们全部打倒。接下来是温子和志乃美的1对1对决，2个相敬如宾的女士很是友好，我扯你头发你也扯我的，我踢你一脚你也踢我一脚，你踢我一脚我还你一脚，
最后温子还是败给了志乃美。这时真正的黑帮出场了，湘南公主第一任老大佐藤美术，装什么呢？一拳就把志乃美打得快失去意识。当美术想毁掉志乃美的脸时，鬼豹终于出现了，连鬼冢英吉遇到他也会怂，能想象吗？面对真正的黑帮，他开始害怕。不久前，湘南公主的初代会长本想教训英吉，没想到反被英吉一招拿下刀片。美术发现不是对手，立刻叫来车里的阿龙。阿龙自称是立花正人的手下，提到立花正人大名，连鬼豹也闻风丧胆，他吓得赶紧后退，却没想到小维突然出面挑衅。立花正人真是笑话，我们鬼豹不怕丝毫。然后阿龙又去找志乃美麻烦，英吉肯定的出手，动我可以，不许动我暗恋的英吉女人。阿龙二话不说拔出手枪，动手啊！没想到阿龙竟然退缩了，接着龙二先来了个飞踢，英吉再次发起了扫腿攻击。原来这阿龙只不过是个吓大的，我最烦那些有名无实的人。正在他们准备离开时，美术挡住了英吉的路。我被你吸引了，我想做你的女朋友，就这么定了。英吉又多了一个迷妹，湘南公主第一代头目佐藤美术是要追随她心中的英雄。为了躲开美术的纠缠，鬼豹二人偏僻的小沙滩上找到了安静，那里名叫小主的服务员吸引了他们的注意。英吉很机智，说有事先行离开，嘱咐龙二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。突然龙二听到小主的喊声，以为有人欺负他，赶过去一看，却发现两个流氓满头血。这时清纯的小主变身成了酷帅的摩托女孩，神奈川最猛的暴走天使小主前来挑战鬼豹。男人永远都专情，总爱漂亮年轻的女孩。刚失去年美的龙二很伤心，下秒他就喜欢起甜美可爱的小主。此时小主冷漠的脸孔紧盯龙二，龙二心里一阵发凉。第二天龙二回到海边，紧抓住女孩肩膀，质问她，你跟暴走天使到底是啥关系啊？女孩根本听不懂龙二在说什么，看着小主那娇滴滴的样子，龙二心里觉得肯定认错人了。第二天天龙到小主家串门，他父母露面了，事件因此出现转机。小主以前曾离家出走过，被暴走族囚禁好几个月，回来后性格大变，浑身是血。突然龙二听到小主在门外大喊，一看却是暴走天使的摩托车。这时小主突然从后面攻击龙二，现在的小主像完全变了个人，浑身散发出凶气。接着小主捂头痛苦哭泣，大声叫龙二离他远点，他自己也摸不着头脑。他又恢复了充满怒气的样子，我是暴走天使阿九金的女人啊，曾被鬼豹击败的就是暴走天使阿九金。停下来小主，现在他变成了来要命的夜叉，我变成了夜叉。湘南曾出现过一个恶名昭彰的暴走天使，他们作恶多端，无法无天，连当地警察对此都无能为力。未料一夜间事情改变，突然间暴走天使不见了，正是因为那对鬼豹二人组，邪恶组织又开始活跃了。同时镰仓杀戮部队也开始骚动，他们的领头人神岛俊生原是暴走天使副首领，在和阿九金争夺首领位的战斗中，他的脸被烧伤，克信却浑然不知这位的厉害，却要去挑战俊生，结束这个传说。没想到俊生不多言就踏上了轨道。怎么了小子？电车向他们冲去，克信吓得要死，大喊一声跑向站台，而俊生泰然自若，没有什么能吓到这个男人。这场对决俊生尚未动手，克信已认输。一踏进车站，俊生立刻让志乃美转告英吉一句，我回来了。此刻龙二正在回忆以往，曾是暴走天使首代头目的真树经介，龙二非常佩服这个男人。如今暴走天使变成了恶魔，希望他能跟英吉一起摧毁暴走天使。于是鬼豹二人组正式成立了，这个名字是真树经介取的。男人是接替年美的补习老师，常常课上睡觉，课下也是打盹，甚至把英吉的位子抢了。快成年的英吉对未来感到迷茫，他不确定自己该做什么。鬼豹时代快结束，他其实还是个普通人，工作赚钱，结婚生子，每个人不都是这样经历的吗？或许这就是英吉的人生尽头。可英吉不服气，不甘心平庸的活下去，他想找到答案，但答案到底是什么呢？第二天上课时，校长突然闯入，命令开除所有涉及暴走族的学生。首先被点名的是克信，他昨天在车站捣乱，校长的每句话都难听透顶，你们简直是社会的毒瘤，国家的寄生虫。英吉听得非常不爽，难道学校不应该改变这些孩子吗？帮他们找回正路，这不正是学校的职责吗？英吉正准备上去拦住校长，没想到一个老师突然冲上去给校长来了一拳，别当垃圾看这些家伙，你这笨蛋。尽管他被解雇了，但他丝毫不懊悔，他尽到了作为教师的责任。鬼冢英吉看着他，也找到了自己的道路。我也找到了我想做的事。
男的想把女孩驯服成他的仆人，紧紧地抓住女孩，女孩则试图反抗，但逃不掉。为了完成训练，男人又把女孩摔倒，坚持让她拿起木剑。这时女孩的眼神变了，既然无法逃离这些疯子，索性我也疯一场，拿起木剑狂砍对手。这男人是暴走天使的头目阿九金，女孩正是被训练的小主。小主向龙二倾诉痛苦的过去，他心仪眼前的龙二，担心被阿九金再次发现，所以龙二带他去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地方。在那里，小主亲吻了龙二，他们本想在此无忧快乐的生活，直到电视新闻传来阿九金要找夜叉的消息，充满怨恨的夜叉又出现了。原来折磨使小主人格分裂，夜叉最终回到了阿九金身边，正拿着匕首要杀龙二。这时小主的另一个人格出现，他极力抗拒体内的业意，小主欲举刀自尽，龙二挺身挡下这刀，但阿九金绝不会放过他们，向龙二身上泼汽油，随手一划打火机。龙二痛苦的嘶吼，唯一能救龙二的人只有鬼冢英吉配，那摩托，那战袍，代表神奈川暴走族的至高荣誉。刚出狱的阿九金是要重夺失去的荣耀，同时曾是暴走天使副手的俊生跃跃欲试。他通过新闻看到阿九金誓言要摧毁这人，甚至绑架了志乃美，只因他想让志卫乃美明白，除了鬼冢英吉，他也是能击败阿九金的男人。这就是男性奇特的竞争欲，在他心爱的女人面前，谁愿意轻易服输呢？此刻俊生带领的团队正式向阿九金开战，接着双方展开一场混战，而俊生的主要目标是阿九金，连连使用头锤攻击。紧接着俊生又来了一记勾拳，谁知道阿九金毫无划伤，反手一把抓住俊生的脖子，俊生赶紧扫腿躲开阿九金的攻势，两人斗得难分难解，俊生最后还是输给阿九金。快站起来！这时杀戮部队全军覆没，俊生突然掏出一把匕首，原以为他会向阿九金冲去，没想到竟然自己捅了一刀，承认你有勇气和我争头把交椅。阿九金看着志乃美，他发誓要把志乃美变成下一个服从他的人。关键时刻，鬼冢英吉骑摩托冲来，身穿代表暴走族至高荣耀的战服，终于出现了。这是鬼冢英吉的终极对决，一战结束后再没有鬼报，之后的鬼冢英吉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。他此刻来到医院，看着火灾中受伤的龙二，向小主伸出手，让手下们放心，只需我一人足以守护湘南。身披神奈川最尊贵的战服，他踏上了旅程。假传奇即将落幕，你永远比不上真树大哥。愤怒的阿九金向英吉冲去，挥动着女孩子似的小拳头，英吉左躲右闪，反击一拳。真树金界像神一样的男人，英吉总记得大哥临死的嘱托，你来终结湘南战争吧。一拳把阿九金打飞720度，狡猾的阿九金又耍老招，让小胡子从背后对英吉泼汽油。阿九金再次抛出打火机，没想到对英吉完全无效，他继承了神奈川的顶尖荣耀。英吉是坚不可摧的铁汉，火海中的英吉就像浴火凤凰。阿九金盯着这位凶猛的壮汉，注视着火中的战衣，他知道暴走天使从此将会像这身战衣一般消失无踪。此时志乃美望着英吉的帅气模样，他发誓永远不会离开他。两人紧紧相拥。刚康复的龙二向小主承诺，要永远保护他。至此，湘南纯爱组完结。